2618，一起的吗？这边啊。这个哦，这个方向。我们在这边啊。我们在这边。哎，一会儿怎么安排呀？沙滩见吧。好喽。哎，行了，不要了。行了，差点忘了。哎，我的房卡呢？进来。干嘛？进来再说。干嘛呀？不干嘛，房间在这儿。啊？不合适吧？给你美的，你住那边，我住这边。壮，把我行李拿到那屋里去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你又不住这间房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往那边走？我要检查房间。这房间有什么可检查的？这是我的工作。哎，你这个保镖真有点意思啊，他怎么什么都管你的？不是你挺有意思的，干嘛安排一个房间啊？那我多给你待会儿不行？况且井水不犯河水，谁碍你事儿了？而且我们离那么远，我不能把你怎么着，真是啊！东西放好啊，我先回房间休息了。哦，行，回房间。哎，好嘞，姐。哎。房间我都检查过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就走了？啊？你看不出我在这很危险吗？嘿，你怎么危险？我是怎么着？母老虎把你吃了呀？你自己没数啊？我看了一下，我房间就在隔壁，有事随时叫我。没事儿，你快走吧。把门关上。哎呀，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回房间。赶紧的，换衣服去沙滩。回个房间那么有气势。你住这个房间？对，我姐安排我住这儿的。好的。那不关门呢？啊？你去帮我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姐安排我住这儿的。啊？哦。哦。那个，有个事儿跟你说啊。你姐那边她好像有什么事儿找你，你没带房卡吧？没有。没带啊？那你去吧，去吧啊。什么东西？太不像话了，啊？你说他们，你会游泳吧？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会啊。会就好。给我开门！开门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快点给我开门！你要拆房子呀？大壮，你给我进来！我看是谁，我给钱，谁不让大壮在这住？莫名其妙的，什么人啊你？你别有没事找事啊！大壮谁能住一起吗？怎么不能住一起啊？你给我装什么糊涂？男女有别不知道？哟，现在混的小宝贝儿是吧？他金贵，我告诉你，大壮更金贵。大壮20多年来从来没谈过恋爱，他们俩在一起谁吃亏还不一定呢。陈小姐，麻烦你还是注意一下措辞。这有你什么事儿？你算什么东西？给我滚！真真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连对人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，以后不认这朋友。行啊，侯爵，你现在想他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想他的话，我就回去告诉我爸，让我爸不要跟你爸合作了，再也不合作了。想得美，什么合作？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行，算了，不就一个房间吗？大壮住里面，我住沙发。说什么呢？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一个房间的事儿，懂吗？我侯爵的人，我不差你一房间，不能欺负我人，知道吗？你的人，你根本不是他好废话。走了。侯爵，你干什么呀你？这正好啊！啊，咋了呀？啥情况啊？太过分了，他太过分了！那还有吗？有个屁也有！
那你不游，我们去游了，走了，拜拜。你们俩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快点，泳衣都换好了。我这什么事儿啊？对不起啊，又给你惹麻烦了。没事儿，你都不用考虑这个。我告诉你，她这种大小姐脾气啊，不是现在报，一会儿得报，早晚都要报。所以我们从第一刻开始就不能向她低头。可是那些都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他爸那层关系。就算他爸跟我爸告状，就算他爸不高兴不跟我爸做生意，那也没用，对吧？跟我身边的人，第一条就是不能受委屈。我也没那么脆弱啊。以前有的客户也会误解我们的职业，看不起我们，把我们当成佣人、马仔，也有不尊重的时候。哎，那你们要是碰到这种人，一般都怎么揍他们？只能锻炼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，承受能力强了就可以无视啦。要么就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。哎呦，真没想到啊！你们这种身怀绝技的人，这时还能自我反省，还能接受这种误解啊？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有几个人不被人误解？你不也一样吗？被人误解是靠家庭背景，这个时候只能靠自己努力去证明自己，别的都没用。对，你这个说的太对了。我就因为我这个家庭背景，之前我一朋友说我跟晨晨像，当时我就急了，说什么呢？师爷，你赶紧洗洗睡了啊！咱不跟那熊孩子一般见识，犯不着。这孩子真是太不懂事儿了，他。哎呦，哎呀，你说这个晨晨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小时候我见过他，哦，不是我小时候，是他小时候啊，我见过他。他爸妈呀是老来得子，哎呦，把他宠的呀，跟你说都宠坏了，还念那么多书，还留学，还什么的。我看他学的知识啊，都被狗吃了，真是。哎，十一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找找。哦，这还差不多。你说你也是，今天跟我说那个什么，我这是激将法，我就有点担心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要是激将过了，那会伤着十一的。我哪知道啊，我也没招啊，这意外太多了。我这套路我也套不住啊！小子，你给我记住了，无招胜有招，你就慢慢套吧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在那玩了，赶紧去睡觉去。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天到晚就给我惹事。闺女，蓝旗的酒店你一定要来，来了就是安保总监、高管、白领，不用再受气了。闺女，工作累不？累了就到蓝旗这儿来，别应承了，图啥呀？进来。这个是张姐给你做的凉茶，啊，让你败败火。谢谢。你说如果有2条路可以选，一条比较舒服，一条比较坎坷，你会选哪条？啊？哎，你要跟我聊这么深入的问题吗？
不，我问错人了，你休息吧，睡觉。没事，我跟你说啊，不用了，我真的问错了，你睡觉吧。哲学性的问题，我回答起来最带把的。首先，你这2条路是去哪儿的？人活着呢，最终都会死。啊，我懂了。你现在走到了人生的岔路上，面前面临2个选择，一条平坦的路，一条坎坷的路，最终的方向都是死亡。啊，你在路口犹豫了许久，不知作何选择，今天求助于我，是这样吗？我跟你说，要是放在以前呢，其实我应该会选那条平坦的路。我特别喜欢每天过得自由自在、无忧无虑，又舒服又开心，没什么压力，能想很多的事情。知道。但是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对我的人生有了新的感悟。我觉得人生就应该活得丰富一点啊，要多经历一些坎坷，要多碰上一些不同的事情，让不同的颜色进来，把你的人生填满，用不同的味道去丰富你的人生，这样这辈子活得才比较有价值、有意义。可是这样的话，注定会很累啊。你干什么不累？但是你每天在这条很坎坷、很崎岖的道路上，你会见到不同的人，遇到不同的事儿啊，你要上很多不同的当，挨不同的揍。但是这些都会变成你的鳞片，变成你的盔甲，它会丰富你的人生，让你的人生在以后长很多块肌肉。这些经历会让你的人生变得特别的有趣，有趣的人就特别招人喜欢。你想不想招人喜欢？不想，因为我累的时候，我就想傻吃乐喝、糊涂睡，什么事儿都不干，什么事儿都不想，多舒服呀。不过我觉得如果让我真的过上那样的生活，我想一想，那时候没准我又羡慕那些比较忙碌、很奔波、有很多事情做的人。人总是这么纠结，是吧？对吗？人都是这样。上学的时候想放假啊，放假的时候想上学，对吧？每天工作想休息，一休息了就着急上班，所有人都这样。明白，你的意思就是要过得丰富多彩一点，有意义一点，对吗？折磨自己。我觉得有你在，已经够折磨我的了，也够丰富多彩了。睡觉吧。睡觉。不聊了。不聊。就给我欲望都勾引起来了。哎呀，希望我今天苦口婆心的一番话，能对你人生的道路带来一丝丝的帮助啊！哎呀，走了，晚安吧。哎，谢谢。睡个好觉啊。圣爷，您找后。去，把门给我打开。哎呦，圣爷，那没事吧？中了吗？没中。发型呢？没乱。去把门开开。圣爷，您稍等。哟，圣爷，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
一看这架势，有一种兴师问罪的感觉。是我哪儿做的不好，让您不高兴了吗？少逞没用的。咱俩合作这么多年，吵过，急过，但好在咱俩的性格都是直来直去的，把话说开了，不留间隙，也就 OK 了。所以，咱俩的交情才走到了今天。你说对不对？没错啊，生爷。但您一上来就说这种话，你弄得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谁惹您生气了？还怎么着啊？这事说起来还真是有点挂不住脸。本来孩子们的事儿，就该孩子们他们自己来处理，对吧？但谁让我那是个女孩子呢？所以，我也就撒点娇，占点小便宜。哎呀，老哥哥，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帮我，占我什么便宜呀？是不是我们家侯爵惹你们家晨晨生气了？是不是，老哥哥？本来咱们俩合计着啊，如果他们俩能好上，那么咱们俩今后在生意伙伴上再向前推一步啊，咱们变成亲戚。我说的对不对？这说的太对了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儿啊。是啊，是。要是他俩没缘分，那就好说好散，是不是？咱俩继续做咱俩的生意，这毕竟是咱们两个老头子一厢情愿的事儿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不喜欢我们家晨晨没关系，我老年得子，孩子从小娇生惯养，养了一身的毛病。但就这样，啊，那些功成名就的帅小伙后边都排着队在追他，你信不信？这个我相信。生爷，我说老实话，我们家侯爵找你们家晨晨，作为我来说，我都觉得有点高攀。这是我的心里话。但是我没整明白，我也没听我们家侯爵说过，他怎么就招着你们家晨晨了？怎么就？我说出来，你也挂不住的。您说呀。你们家那儿子可真好啊，不但不保护我们家晨晨，反而还给那个女保镖撑腰，还当着众人的面把我们晨晨给骂了一通。这我就接受不了了呀！这个混账东西，气死我了！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？别说您生气，我听了我都生气。真的，盛元。盛元，这事儿您先消消气儿啊！我代表我们家侯爵向您和你们家晨晨道歉，真诚的道歉。是我们家侯爵的问题，这臭小子，我回头我一定收拾他。对于你的歉意，我只能勉强接受。但是我女儿这关，我过不了。您这话说的是对的，我知道，晨晨是您手上的掌上明珠。您说您，我听了，我都会受不了。谁要惹晨晨生气，那就是跟您作对。这样，盛爷，您现在先消消气，回头去我会所，我来安排，您晨晨都过来。我让那个臭小子过来，当着您和晨晨的面，给晨晨道歉。到时候要杀要剐，任由你们发落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那个女保镖呢？这事儿还不简单，小事一桩，让他走不就得了吗？好不好？老哥哥，哎，沏茶吧。好，沏茶，沏茶。哎，你们公司的装修风格呀，真是不合理啊！
啊？喂，你好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侯总找我，我过去一下。肯定是晨晨的破事儿。不知道。我陪你去。不用，他让我自己去，没让你去。没事，今天我给你当回保镖，走。哎，小侯总他，你就在门口等我吧。侯总，您找我。坐吧。十一啊，算起来你到公司来了，也快有2个月了吧？虽然说中间起起伏伏经历过好几次波折，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能一直尽职尽责地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这让作为甲方的我很满意。谢谢胡总。我呢，当时为侯爵挑选这个女保镖呢，我是看中女保镖身上的稳重心细，不光是要保护她的人身安全，同时呢，还要约束她的行为，少让她惹是生非。不过现在看来呢，我的这个想法太简单了。你说2个单身男女全天候24小时都在一起，难免呢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。其实这个我也能理解。你说就算是养个宠物，时间长了也会有感情，更何况2个大活人呢？这方面我们公司有明确的规定，不能跟雇主谈恋爱，我会严格遵守的，您放心。谈不谈恋爱我不管，恋爱可以自由，但是婚姻，侯爵绝对不能自主。这是侯爵的宿命。侯爵的婚姻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，同时也是公司的头等大事。十一啊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。现在市场的整个环境不比以前了，公司做得越大，树敌就会越多。只有强强联手结盟，才能够共同的抵御市场的风险，而联姻是结盟最好的方式。这点我希望你能够理解。啊，侯爵呢，虽然说现在不明白我的想法，但是人总会长大的嘛。小侯总，你这样听得到吗？终有一天，他会理解我这么做，我是为他好的。还有啊，石爷，方路介意你，我不会放在心上；但是晨晨介意你，我就必须得认真对待了。因为你要清楚一点，晨晨是我为侯爵挑选的未来的结婚对象。那侯总希望我怎么做？我希望你走。胡总，这跟十一有什么关系？让他走干嘛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先出去。没看见我正在跟十一说话吗？这是我保镖，说他的事我听听，怎么了？十一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跟侯杰说几句。好的。你说吧。为什么要让十一走啊？我是为你扫清障碍啊！我有什么障碍啊？扫清你跟晨晨之间的障碍啊！这点你看不出来吗？只要有51在，所有的女孩子都会产生误会。这是我当时找十一来做你的贴身女保镖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的。我跟晨晨之间的障碍跟十一没关系，我俩的障碍是晨晨自己，好吗？换句话说，就是他太作，
太作10个我也招架不住，这你怎么清扫？这个不靠我清扫，这个靠时间。你们只要今后结了婚，再过几年生几个孩子，人岁数也大了，人也变得成熟了，一切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门当户对是最重要的，明白吗？重要，但是这跟11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让他走呢？这不是我的要求，这是晨晨的要求。晨晨提要求，他有什么资格提要求？他凭什么提要求？昨天要不是因为他事情会闹成这样吗？他自己不尊重人家工作，啊，自己给自己没台阶下，丢脸，怪谁啊？可能有人喜欢晨晨这块，但那肯定不是我，我俩的婚事没有可能。侯爵啊，明天我会在会所招待盛爷跟晨晨。如果说你拿定主意不想解聘11，但同时又不想跟晨晨好，你就自己去想办法，想想有什么招可以缓和你跟晨晨之间的关系，你明白吗？这不仅仅是晨晨的意思。盛爷公司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，我都不用告诉你，你就应该很清楚了。闹成这样，没有必要。啊，行啊，那你就设个宴，正好让你看看晨晨是什么个德行。我马上收拾东西走人，不给你添麻烦。想得美，给我找完麻烦就想走啊？没门儿！告诉你，老实待着能不能？你说这包他能喜欢吧？应该可以吧？这么贵。哎，这不那谁吗？你老熟人。蓝琪11，小侯总，蓝总这是陪女朋友逛街呢？啊，人呢？蓝琪，你看我这身衣服。蓝琪，妈，这衣服真好看。爸，哎，11，不是你们这是什么情况？啊，那个阿姨不是周6过生日吗？我说我买件新衣服，大家高兴高兴。啊，过生日啊！不早跟我说，阿姨看好哪件了，我刚来给你买了。市场价不错是吧？旁边还有什么店？咱们看看。走，阿姨。哎，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其实我都说不过了，但是蓝七说她有消费卡，不用就过期了。对，不用就太可惜了。用什么消费卡呀？别给我省钱。走，哎呀，不用不用，真的不用了。你们这是要……哦，他来给我刚带11去逛街去了。不是，刚买个包吗？那个我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了，阿姨、叔叔好，走啊！哎，那我走了。11啊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，我跟人说的好好，你老解释什么呀？老拆我台干嘛呀？我拆你什么台了？你连话都不让我说，我还没收你呢。你刚才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反正你不准跟他们解释啊！凭什么？什么凭什么？他什么人呢？这啊，趁我不注意跟你爸搞好关系，最讨厌这种人，套路这么深，你要远离这种人。我告诉你，人家跟我爸妈10多年前就很熟了，好吗？熟怎么了？熟就能这样吗？啊，正面不够招，背后挖墙脚。你说他什么行为？什么行为这是？说话呀！你看我干嘛？他什么行为？啊，叔叔阿姨，你们真要是觉得我会介意侯总送11礼物，你们就真的想多了。那包真的挺贵的，凭我对11的了解，他是绝对不会收的。那是。那是肯定的。再说了，我是我，他是他们，
我认识十一的时候，他还上小学呢，对吧？对。他从小那么多人追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对，但我们家十一是很专一的。叔叔阿姨啊，我呢，爸妈走得早，所以其实我一直心里面是把您二老当爸妈对待。十一忙，我替他孝敬你们。蓝琪，你能这么说，阿姨这心里，是个好孩子。行了，咱们吃饭去。好。听蓝琪说那包挺贵的，11要是不要多可惜呀！给我呀，在二手网上可以卖不少钱呢。俗气！你看看，跟你开玩笑你还当真了？一把年纪了还是没有幽默感。懒得理你。哎呀，就是不知道11跟他处到什么程度了。你发个微信问一问呀。问也没用，他肯定说是工作关系。但是我看小猴那个眼神儿，骗不了我。哎，你说要是11真爱上了小猴，那怎么办？蓝琪这边，好事儿啊，两个人一起追呗。有个竞争对手，他们两个都会更在乎11，而且11也能更明白自己的价值。对，在引进竞争机制方面，你可是行家里手。当年我也是枪林弹雨，一路厮杀，血溅当场啊！我怎么会嫁给你呢？你跟我到这儿干嘛来了？你不要送我吗？谁要送你了？你家那么近，自己走回去。我还有约会呢。这不就有竞争机制？哎，你把你那个爸妈电话给我一下。干嘛？你每天跟我在一起，对吧？你为了我出生入死啊，是不是？你一旦有点什么事儿，那我作为这个老板，我得第一时间通知你父母。不用，万一我有点什么事儿呢？你可以通知我们公司，公司会通知我父母。你公司通知那是公司通知，对吧？我通知那感觉完全不一样，我得直接通知你父母，这显得有诚意啊，做人。哎，行了啊，别想那些没用的。你赶紧想想，一会儿去了餐厅，怎么跟那个晨晨道歉了啊？我道什么歉？我不道歉，我现在要电话。我跟你父母先把关系搞好，哎，这么一来呢，这事情慢慢就正常的发展。没电话。你那个小旗子还没联系你呢？没有啊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不正常啊，这人这么沉得住气吗？啊，城府挺深的。那是个人就比你有城府。行了，我在这儿等你，进去吧。啊，记着啊，耐心点，顾全大局啊。希望这个陈大小姐今天能好好发挥，让我爸长长见识，见见她这个蛮横的嘴脸。走了，祝你好运。崔叔叔，哦，你说你这孩子怎么现在才到啊？你看都几点了？我跟你说的是几点，啊？还不赶紧给晨晨道个歉？光道歉都没诚意，说买包去了吗？
哎，陈大小姐，这个面再收下啊。有眼力劲儿啊！收下，看看好不好看？不好看，我让我儿子再重新给你买一个。马上去买。还行吧。哎，好了，来，儿子，拿起你的酒杯，来，盛爷。哦，我呢代表我儿子给晨晨和盛爷赔个不是，道个歉。严重了，严重了！我儿子太不懂事了啊！多多包，多多包啊！我有什么罪啊？你惹人家女孩子不开心不高兴了，这个对男人来说就是一种罪过，明白吗？那我这是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那赔个罪，我也给你赔个罪。哎，这下就对了嘛。嗯。哎，志荣啊，哎，非常感谢你啊，就是为了他们这些小辈的这点小事儿啊，还得劳您亲自出将。哎呀，盛爷，您这话就说的外场了。年轻人年轻气盛，脾气大，这都可以理解。闹闹别扭，关系反倒会更好。你忘了咱们在年轻的时候，拌没拌过嘴，吵没吵过架？对。晨晨，那时候我跟你志荣叔叔在一块儿合作的时候，那时候是谁也不相信谁呀，架可真是没少吵啊。对呀，我跟你说呀，那会儿你爷爷退位，我进公司，我年轻啊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是盛爷在我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帮了我很多的忙。我们俩经常为一些生意上的事儿，俩人坐下来拍桌子摔酒杯，什么事没干过，对不对，盛爷？现在怎么样了？还不是好好的。我觉得人既然有缘相识，大家就要重视这个缘分啊！我跟盛爷都看好你们俩。好。侯爵，你那个女跟班辞了吗？没有。哎，丫头，这事行了啊，过去了。何必跟一个小丫头去较劲呢？是吧？爸，我不是跟她较劲，她就是个跟班，我犯不上。我去让她滚蛋。晨晨，替你侯叔叔说句话，那女孩真不能滚蛋。那女孩是我专门从安保公司请来保护我儿子的。她原来是运动员出身，拿过冠军，拿过奖牌。她的业务能力那绝对是杠杠的。有她在我儿子身边，盛爷你也知道，我就这一根独苗，我这心里会踏实不少。是。怪不得他那么来劲，越是这样他越得走。你先，可是人家没做错什么，干嘛要走啊？他怎么没做错啊？他欺负我，讨厌他，这够吗？晨晨，够，这样，侯叔叔让你今天心情愉快啊！你这样，把那谁给我叫进来，给晨晨道个歉。您说呢，盛爷？这是个好主意啊！这要把人叫来，双方一见面把事一说开了，这什么事也都解决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去，那我去不了。去不去？你们开心就好啊，你们开心就成。你怎么出来了？那个，得让你进去给晨晨道个歉。就我给我爸个面子，晨晨怎么说都不行啊！咱们就道个歉，多的什么也不说。好，那我说什么？你就说我给你道歉，就得了呗。
走吧。他还没联系你吗？谁啊？小旗子。没。是不是根本就没信呢？我是不是遇到对手了？你到底进不进去啊？走吧，走吧。感谢，来。啊，哎，这是侯爵，11，这个就是11啊。晨晨，11也来了，你们好好聊啊。各位好，陈小姐好。这位女侠，咱们又见面了。陈小姐你好，之前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惹您生气了，多见谅。我在这儿向你道歉。道歉了，道歉了。这一刻我等的头发都快白了。来说说，你做错什么了？丫头，行了啊。不行。你说我做的哪儿不对，那就是哪里不对吧？我就想问你，那天你是不是故意让我出丑的？我没有。你有。你这是给我道歉的态度吗？晨晨，人家已经说道歉的话了，干嘛还揪着细枝末节不放？坐下。算了，看在侯爵送我礼物的份上，我不问你这个。这样，你把这杯干了，咱俩就是好朋友。陈小姐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酒我不能喝，这是我们的忌日。我就是你的忌日，让你喝你就喝。他真不能喝，他们这个行业有规定，这上岗的时候就是不能喝酒。那你要就看着生气，这样吧，反正你们这朋友做不成了，我替你把这酒喝了吧。不是。你干嘛？他是你什么人？你凭什么替他喝酒啊？你这道歉还哪有诚意了呀？酒都喝了啊，咱别没完没了的了。可以啊，我不没完没了。这样，你把这杯干了，这杯干了我就算了。我真的不能喝。晨晨，这是人家这个职业的规矩，有这个规定，对吧？咱们最起码得尊重人家职业吧。不是，那什么意思啊？到底是他的职业重要，还是我重要？你以为你谁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分分钟就能让你把工作丢了，你信吗？你不就是一个跟班的吗？你不就是一个人肉盾牌吗？你不就是一个看门狗吗？不许侮辱我的职业！我就侮辱你职业了！晨晨，干嘛呢？滚！行了行了，为你说的话道歉。我不道歉，道歉！我就不。出。11，行了，把你也看见了啊，情况就这样。我们也来道歉了啊，那后面我们就不管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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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侯爵，你给我回来！侯爵，我叫你给我回来！去死吧！晨晨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次是我的原因，我就不应该带你来跟他道什么歉。你要生气，你得抽我2拳，别生气。我抽你什么呀？我想抽他。现在就回去抽他，走。行了你。怎么办？现在弄成这样。现在该想怎么办的应该是他。哎，我爸已经看清他的丑恶嘴脸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没有机会再出现在生活中了。胡觉。
看看，你等着啊，等我好消息。爸，你都看到了吧？太不像话了，您的面子都不给啊！他今天做的确实挺过分，他太过分了，就没有他这样的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晨晨在里头不依不饶的，他爸也觉得面子挂不住，他非要我们把51解雇了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他有什么好不依不饶的？骂人的是他，泼酒的是他，他现在有什么好发言的？不找他慢慢不错了，他还不依不饶的。何觉啊，你是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结这门情吗？我知道，您不是为了这个公司发展吗？知道就好。那接下来你应该清楚怎么做。不是爸，我们公司发展没有他我们一样发展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让我跟他在一起，那不是要把我逼疯吗？就算你最后没有跟晨晨走到一起，我们没能多这个友军，也不能因为51而多一个敌军吧，对不对？51最近在几次事情上的表现是很不错，我从内心来讲，我是不想解雇他的，但是不能因为他而伤了我们陈家的和气。这么做太不值了，你说呢？对您来说是不值，但是对我来说不是。我认识11之后，我其实重新认识了一遍我自己。我现在对金钱、对幸福、对责任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，我有了一个概念。我以前我整个生活就是混沌的，我对世界根本就看不清楚。我现在刚刚才能一点一点看清这个世界。为什么要解雇11啊？他说的话都是真理吗？啊？为什么他说什么话你就听，我说什么话你不听？那我说的话是不是全是废话？因为他没说，他只是在做，我只是在看。我们不能因为晨晨无理取闹，把11解雇了，没道理啊！你要是这么说，我今天还非得让51走不可。我绝对不会让你跟他在一起的，是不可能的。我没有让谁给我建立世界观，这都是你什么都别说了。你的一切是谁给你的？啊？要是没有我们的家族公司，你现在什么都不是。你没有资格来反对我，你也没有资格来选择自己做主。马上让他走，马上。立刻！不可能！侯爵，我估计我还没把话跟你说得够清楚。你现在拥有的这所有的一切，全是我给你的，包括51在内。跟安保公司签合同的是我，付他薪水的是我。我现在随时可以解除跟他的合同，根本没必要征求你的意见，你的意见对于我来说，什么都不是。你是不是觉得很受伤啊？啊？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想伤害你，我是要让你明白一点，什么叫现实。你的未来我都已经替你安排好了，你只要照着我说的一步一步往下走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不要。不要？你不要什么？你是连家族的继承权都不想要了，是还是不是？如果我要像一个牵线木偶一样任你摆布，我不要。如果让我跟你选中的女人结婚，我不要。如果一切都要按照你的想法来，我不要。我感谢你的养育之恩，我以后一定报答你。我感谢你给我的一切，今天我如数奉还。
哎，给我腾个地儿，晚上去你那睡。什么事没那么废话啊！我要离开公司，离开侯志荣，赶紧！什么情况这么突然？不突然，早就该这样了。如果是因为我，别闹了啊！我跟侯志荣的事儿，跟谁的没关系，啊！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去。哎呀，回来了！哎，我煲的汤，喝点汤不？不在家吃饭了，以后都不在家吃饭了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怎么了？又跟他爸吵架了？这次比吵架更严重。他说，他要离开他爸，出去闯一闯。天哪，那怎么可以？他没有这个能力的。你知道吗？他从小他就没有受过苦，你说他就这样一个人到社会上去，他怎么受得了的？他受不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放心吧，就是闹小孩脾气，坚持不了多久的。是，哎呀，他呀就是打小就任性。放心，这2天我会尽全力照顾好他啊。别哭，别哭！那回头你帮我好好劝劝他啊！哎，好。张姐，这个家里其实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啊！你别难过，我出去之后好好混，我肯定早点回来接你啊！不是，每次跟你爸拌了嘴都没事儿，这回。怎么会就弄成这样呢？你我爸他不讲道理，现在其实也有我的责任。他为了维护我，跟侯总闹僵了。对不起啊，张姐，别难受。放不下。等什么呢？去收拾东西啊！我再等一会儿，没准你就改变主意了。不可能改变的，赶紧收拾吧。行，那我收拾东西了。你连这个也带走啊？你不打算回来了？这个放这边我踏实啊。给，我给你收拾的换洗衣服。嗯，好。哎，这些拿着。哎呀，这我不可能再拿侯志荣1分钱了。这不是侯志荣的，是我的，拿着。更不能拿了，你赶紧留着自己买东西，别给我，别给我，我有的是钱。拿着，你不拿着我生气了啊！拿着啊，拿着。好了，不哭了。舍不得你。没事。你要回来啊！哎呦，出去好好赚钱去，不哭啊，乖啊。我走了，张姐。好。走了。
走了，张姐，先别担心啊。哎呀，这些歌没有一首能匹配我现在的心情。什么心情？开心呀，高兴啊，感觉自由，感觉很放松，我觉得很洒脱，很潇洒。你真那么高兴吗？特别开心。如果你后悔了，我现在掉头回去还来得及的。不可能，没有可能，往前开，不要停，不要犹豫，右转弯，一脚油门冲到底。行，那你就先高兴着，以后有你受的。什么情况啊？哎，几个人给你拿一下。熊孩子，叛逆期没过呢吗？离什么家出走啊？这是，服了。带这么点啊？阿姨也来了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你这招谁惹谁？怎么太草率了？我要跟侯志荣划清界限。早该这样了。房间好了吗？好了。都给你空出来了啊！但是你别嫌弃啊，跟你那豪宅可比不了。定金都带来了，会嫌弃你？拿着，滚！拿着，滚！我撒了啊！你就是撒，塞钱像有钱烧的你，败家孩子！走了，走吧。侯总，张家来了。啊，跟他说我马上下来。好的。哟，张姐，这么晚了怎么来了？我睡不着，所以给我煲汤喝。谁给你煲汤喝？什么汤啊？凉瓜猪肚汤，去火的，正好喝。不是给你煲的，我给侯爵煲的，还没来得及喝，就搬出去了。他没说他去哪儿吗？
没说，什么都没带。那谁跟着的吗？跟着的，亏得有11跟着。哎，我说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担心呢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这回搬出去跟他以前出国留学可不一样，那时候家里可是他的坚强后盾。张姐着什么急呀？这孩子啊，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他在外头遇到麻烦了，受气了，他自然就回来了。哎呦，你怎么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这么说话呢？啊？哎，你说你们父子俩有什么话就不能好好说吗？有什么事不可以心平气和的好好商量吗？非得这么一天到晚就这么吵。你说他妈妈在天堂看见你们俩这样，他怎么想？喝吧，把汤喝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我先回去了。二位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猴子，要按你这么说，你爸现在真的已经是可恨到无可救药了。你看吧，但凡有一天他真栽我手里，我绝对帮你好好惩治。那是我爸。开个玩笑，我就帮你过嘴瘾。你爸多强大呀，哪轮得到我惩治人家是吧？那个话说回来啊，你这离家出走离的是不是有点太彻底了？多一双袜子都不带啊？今天这是11在我身边，我跟你说不方便，要不然我衣服我都不带，我光着屁股撒丫跑来，我什么都不沾他的。哎，刚吃完，别恶心人好吗？你这撒丫子，接下来该想干什么呀？开公司啊，明天开始我就筹备公司。然后你也帮我注意点，先帮我招点人，我可能前期需要个几10个员工，然后明天我就找高级写字楼，我就开始租办公室。行，我听着都吓人。你看我这饭馆不大吧？我这么小个饭馆，你知道做起来费了有多大劲，吃了有多大苦吗？你还招几十人，你真敢说呀？你本来就是吃不了苦的人，你还是……你别废话，瞧不起谁呢？真不是泼你冷水啊，猴子。你别看那些人说什么白手起家，你以为真是白手起家吗？你起码你得有个启动资金吧？你干这行的起码得先有一电脑吧？我这反正没电脑，你不能上街抢去吧？钱不是问题，啊，不是问题，钱在哪儿呢？什么呀？玉。哪儿来的？我妈的。猴子，那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要把它卖？特别值钱。猴子，那个，我觉得不至于吧。这个因为毕竟是阿姨给你留下的，还挺重要的，你赶紧收回去。那个，要不行的话，什么呀？我就暂时抵押出去，我周转一下资金，对吧？下个月买回来。不是，我说认真的，你要实在不行的话，我把我，你把你什么？你有玉啊？我把我玉这方面的关系人介绍给你吧。我给你问问啊，我们家大厨好像有亲戚干这个的。天哥，来，有事问你。转。你上次是不是跟我说过，你家有个亲戚是干什么玉石买卖的？哦，你说的是我亲哥，他开了一个收购收藏玉石的店，啥子事嘛？亲哥，那还行。好了，你哥这次捡着了，啊，你跟你哥说，我这有一块上好的玉，我押给他，先给我押个500万，
500万？500万，那必须得你们亲自拿给他看才行哦。不是，你帮我问问能压多少钱？那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哈，我们哥这个人呢，有点怪兮兮的。什么叫怪兮兮？就是性格有点奇怪。他有句口头禅噻，哎呀，凡事都要讲个缘分。他呀，只要看得顺眼的人，随便说啥子都可以；只要看不顺眼，哎，随便你做啥子，理都不得理你。哎，这就是一个有钱人的性格。你得了吧，这听着不靠谱，你赶紧收下来算了。这我就咱想别的办法。是缘分，缘分啊！走吧，咱们去看看去。那我把衣服换了，我们就出发。现在就去啊？去啊，我节省钱呢。你得了吧，你这大晚上的，人家肯定睡觉。算了。不睡，白天不开门，晚上才开门呢。你看看缘分。你等等，这去不了，你赶紧回去，我还有事呢，晚上今天去不了，明天再说。那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跟他联系一下了。那个猴子，我觉得吧，事情不一定非得这样吧。想好了。哎呀，放心吧。来，喝点汤吧。大姐。啊，谢谢，你坐。谢谢。十一啊，我有个事要跟你说。说吧。我从智荣建设出来之后，我准备自立门户，跟我爸划清界限，我什么都不沾他的。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东西，是让我跟我爸有联系的，就是你的合同。所以呢，我准备在我这2天拿到钱之后，我去跟你公司直接签你跟我1对1的合作关系，我让你正式成为我的人，怎么样？没那么复杂，我的合约里规定要保护的人是你，所以无论你是侯爵还是小猴子，都一样。哎呀，好呀，看到你这么靠谱，我就放心了，来喝点汤，来。薄荷我刚喝过，给你的。都是缘分。前面2、3个铺子就是我哥的铺子了。哎，那个他哥那儿，他哥把这点生意，想办法把他支开啊！大表姐，那个天哥他哥哥吧，不太喜欢女的，不是他那个店吧，不让女的进去啊？还有这种规矩啊？是啊，我咋个不？你是吧？是，对，是。我们哥年轻的时候好像遭受过感情的重创，一般都不见任何女性。哎，那太惨，特别是美女，他见到他就啥子都不会说。太惨了啊！你放心，我们在里边能。到了，就是这，很快。就是这里了。来，很神秘啊。哎呀，没事，这是我们哥自己的铺子，安全得很，在外面等一下吧。不要。哥，你们都来啦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哥就是神神秘秘的。哎，哥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们那个老板，我们的老板的朋友。你好，怎么称呼？叫亮哥就是了。亮哥，你好。您看看啊，我这一块玉现在能值多少？开门啊！开门，开门的好东西啊！翡翠，冰种，帝王绿啊！东西不错吧？
那你说我这个现在能值多少钱？现在这个市场价格呢，差不多可以卖30万。30万也还行。你这市场现在不太景气吧？景不景气呢，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嘛。不过呢，东西是好东西，没有必要出手嘛。玉啊，它就是讲个缘分。既然到你手里，为什么要把它出手呢？啊，留着它呢，有个念想，而且以后啊，还有大把的升值空间呢。他呢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现在身无分文，就剩这个东西。哎呀，哥啊，平时他们对我还是可以的，你就帮个忙呗。我要是有别的路啊，我也不舍得把我妈留给我这东西当掉。既然你能把它拿到我这里来，那证明我跟他也有缘分。要不然这样子啊，我给你10万块钱，你先把它压在这里，半年之内有钱就把它赎回去啊。实在不行，拿别的东西来抵当，我收你一点点的利息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行啊，那我就先把这东西放在您这儿，你帮我好好看管啊，我是肯定会把它赎回去的。你们可以走了，到时候钱我打到你卡上啊。要得，那我们就走了噻。哎，走，谢谢，装好。谢谢。走，大哥，我们走了啊。站住！手头的东西哪儿拿的放回哪儿去。头。谢谢。长真香啊！秦国的嘛。还吹牛呢，还500万。说了，市场不好嘛。哥，我走了。好。哎，你哥全不全背呀？哎呀，那个鉴宝栏目都让他去当评委，他硬是没去。你说他专不专业嘛？人生啊，就是浮浮沉沉，他到我这沉沉。你进去干嘛了？卖什么东西了？卖什么呀？他哥那有2个项目，我考虑一下要不要投资一。大项目。既然这钱投资不出去，我就给你交个房租吧，不能白吃白喝你的。滚蛋！真不要？你本来就是白痴。行。没睡啊？睡不着。哎，你相信星座吗？星座？我不太懂星座。不过小时候我妈教我看过几个星座，什么天狼星啊、猎户啊、织女这些。以前他们工作忙，经常不在家，我就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星星。现在雾霾这么严重，根本看不着星星。我以前老看星星，但是我不是看星座啊，我是找我妈。我爸告诉我，我妈没死，说我妈变成了星星在天上陪着我。我每天就在家找我妈。后来我买了望远镜，天天看。你说我当时要是不学设计，我们祖国就多了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。那今宵决胜无人共，卧看星河尽一鸣。哇，夜晚阳台数星星，1颗2颗3、4颗。有文化。啊，谢谢你陪着我啊。你觉得这么做值得吗？
觉得这是我人生的必经之路，经必经之路，才能见该见之人。反过来说，要想见到该见的人，就一定要走一段不得不走的路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如果在家，我也能很舒服，能舒服的躺一辈子。但是我不想，我想多一些经历，我想多出来多闯荡，我想让自己变得丰富，变得有趣，我想让更多人喜欢我。我本来是想过来劝劝你的，因为这事儿毕竟是因我而起。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你说的没错，经必经之路，才能见到该见之人。经历一下挺好的。好。哎，你小时候见过流星吗？见过啊。我从来没见过。那你的人生也不是很丰富。没准今天就能看见呢。哎，啊？什么？玻璃反光。这不无聊啊。